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春暖花开，又到了出门踏青的日子，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测评的几款包，都是来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北欧著名户外运动品牌 Fjällräven 北极狐。今天一共会给大家介绍5款包，其中3款是比较适合日常上班通勤、出门逛街、遛弯、遛狗的时候背，还有2款是比较功能性的包，是最近比较火的北极狐和闪电联名的自行车包。今天要介绍的第一款包是Kanken 双肩包，这也可能是北极狐这个品牌最出圈的一款包。它的优点就是自重特别轻，容量非常大，而且它的配色选择特别多，除了常规的纯色款，还有彩虹款，还有每年的艺术家合作系列。我的这款是2019年的艺术家合作款。我当时是因为它这个配色特别明快，看上去就心情很好，所以买了它。我在录这期视频之前去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款包的色彩拼接还有它的图案，其实是在模拟重峦叠嶂的山峰。因为设计这款包的瑞典艺术家从小就喜欢跟着爸爸妈妈去山里 hiking， 他对大山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所以当他在设计这款包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一天不同时段内，在不同角度的阳光照射下，层峦叠嶂的山峰会显现出的形状和颜色，他就把这个场景融合到了这款包里。我记得当年除了我这款配色，还有一款是偏深偏蓝色的配色，那款配色也很好看，当时我纠结了很久，最后还是选了这个颜色更鲜亮的。我买回来已经背了5年了，我现在每次背到它还是心情很好。说完配色，说一下它的容量，它这款包的容量也是非常的惊人。我买的这一款是可以装下13寸电脑的16升款式，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可以装15寸电脑的款式，它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5个兜，最前面的这个是一个横着的拉链的兜，里面就可以装一些消毒湿巾、餐巾纸等等的小零碎。它两边的这2个兜可以装水瓶和雨伞，它中间这个特别大的兜，我一般是用来装电脑和相机。还在上学的朋友，中间的这个大兜也可以装一些课本和笔记本。它最好的这个设计是紧贴着我们后背的这个兜，我一般是用来放比较重要的身份证件，比如说护照，还有疫苗接种本等等。因为它这个兜足够隐蔽，而且它紧贴着我们的后背，一旦它被拉开或者拉扯到，我们就能感受到，所以小偷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偷到我们这个兜里的东西的。这一点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就特别重要。它中间的这个大兜里还附赠了一个这种泡沫纸，它这个纸有2个功能，一来是可以保护我们放在里面的电脑，二来官方介绍它可以用作一个临时的坐垫，比如我们背着这款包来到了一个公园，看到一片草坪，突然想坐下，就可以把这个泡沫垫拿出来，直接坐在上面，就不会弄脏我们的衣服。这个设计是不是还挺实用的？关于这款包的肩带，我补充几句。我看到很多人会吐槽它的有一些肩带特别细，如果背很重的东西的话，会硌得肩膀特别痛。我个人的建议是，买的时候我们倾向于买这种本身就是宽肩带的款式，比如我的这款，它的肩带就胖胖的、软软的，即便背再重的东西背在肩膀上也不会那么难受。其次就是，如果你已经买了比较细的肩带的款式，可以考虑去它的官网或者是第三方平台买一个加宽肩带的配件，叫 shoulder pads。加上那个配件之后，原本比较细的肩带就可以被改造成比较宽、比较软、比较胖的宽肩带，这样我们在背重东西的时候肩膀就不会痛了。最后再说一下这款包怎么保养。官方的建议是不要水洗，不要烘干，什么都不要做，脏的地方就用干净的湿毛巾把它擦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这个懒人亲测，它可以放心大胆的用洗衣机去洗的，只要我们保证水温和甩干的转速不要太高就可以了。洗完之后，我们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让它平铺自然晾干，给它打上蜡，它就又能恢复原本的防泼水性能，而且它的耐用度也会上升。对打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戳这里的这个视频，我之前出过一个打蜡教程。第2个包是 Kanken Sling Bag， 它其实就是刚才的这个 Kanken 双肩包的迷你版本。这个斜挎包大人小孩都可以背，也可以和刚才的这个双肩包当做亲子包一起背，妈妈背一个大包，小朋友背一个小包，就非常的可爱。这个斜挎包它除了没有后面的双肩肩带设置，其他的包型设置几乎和刚才的那款双肩包都是一模一样的。它的容量是2.5升，别听这个数字感觉很小，但其实它非常的能装。我一般
般出门买菜、逛街背它完全足够。它前面是有一个小的口袋，我一般用来放家里的钥匙和购物小票。中间的这个大兜非常的能装，手机、车钥匙、卡包、餐巾纸、消毒酒精，还有补妆用的口红都可以装得下。它里面也是做了一个分隔，这个包两边的这个口袋比较小，所以我平常就不怎么装东西了。不过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的话，两边的这个口袋装几个棒棒糖肯定是可以装得下的。它后面直接贴近身体的部分还是很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口袋，这个大口袋里就可以放比较重要的身份文件，还有现金等等。它的这个肩带也是可以调节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还有穿衣服的厚薄程度来调节这个肩带的长短。总之是一款非常实用的斜挎小包。接下来这个包 Kanken Hip Bag，它是一个多用途的小包，既可以当做一个腰包，也可以斜挎放在我们的胸前或者后背。这一点就对于骑车上下班的朋友特别友好，因为它小小一个，无论是放在胸前还是后背都不会影响我们骑车。它的容量是2升，整体的包型就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四方形豆腐块，也是很能装。前面有一个大口袋，可以用来放纸巾，还有一些小零碎的东西。中间的这个大口袋也是做了分层，还非常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固定钥匙的钥匙扣，我们平常的车钥匙还有家里的钥匙就可以挂在上面，手机、卡包、工牌等等放进中间这层绰绰有余。它靠近身体的这一侧也是设置了一个包袋，我们比较重要的身份证件就可以放在这里。我买的这个颜色是空耳玉米的颜色，但我觉得它更像是小黄人的那种很可爱的小鸡黄，这个颜色就特别适合春天和夏天。刚才介绍的这2个小包容量和它的使用场景其实都差不多，只是一个竖版一个横版的区别。如果大家再找一个可以斜挎的小包的话，这2个包2选1就可以了。接下来要介绍的2个包都是比较硬核的，专业性比较强，适合户外运动的包。第一个是北极狐和闪电 Specialized 的联名车架包，它的容量是0.8升。它主要的用途是固定在自行车架上，用来装能量棒、手机、车钥匙、便携的修车工具、纸巾等等。这个包是我老公买的，他强烈要求我在视频里强调一下它有多好用，因为他之前出门骑车总是把能量棒放在他自行车上衣的口袋里，直接紧贴着他的后腰。但他在户外骑车一骑就要骑2-3个小时，温度升高，再加上他骑车身体也会发热，等他停下来吃能量棒的时候，能量棒和能量胶经常就已经化掉了，他吃起来就非常的 messy。 有了这个车包之后，他把能量棒和能量胶直接放在里面，就不会被他的体温给雾化了，他在吃的时候就是非常干爽的能量棒本来的样子。这个包在车架上有2种固定方式，一种是通过它这3个魔术贴把它固定在车架上，还有一种是可以通过这个包底部的2个孔，用螺丝把它牢牢的固定在车架上。根据我老公一段时间的使用经验下来，这个包有2个小小的缺点，一个是它固定在车架上，骑车的时候难免会有汗滴下来，就有可能会滴在这个包上。还有一点是它这个包还是有一定的宽度，把它放在车架上之后骑起来，有的时候膝盖或者大腿内侧难免会碰到这个包，但这2点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缺点。总体来说这个包还是非常实用的，如果你非常喜欢在户外骑车的话，可以考虑去入一个。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款包也是来自北极狐和闪电的合作系列，它也是今天介绍的所有包里最多用的一款包，因为它既可以当做一个腰包使用，也可以当做一个斜挎包，它还可以展开变成一个双肩包。它展开之前的容量是4.5升，前面有一个特别大的兜，里面还做了2个网格作为区分。亲侧这个兜可以装下1双鞋，再装2件轻薄的衣服，还有很多小零碎。它两边的这个网兜可以装得下750毫升到800毫升的2瓶水。它上面这个包打开之后变成双肩包，里面可以放得下2到3件的衣服，可以再放1双鞋，还可以放得下1条户外保温用的小毛毯。这款包的官方推荐是比较适合长距离的徒步或者是骑车露营，因为它的空间足够大，几件换洗的衣服、1双换洗的鞋子、2瓶水，还有作为能量补充的小零食都可以放得下。而且它这个斜挎腰背还有双肩的这个肩带都比较宽，即便装再重的东西，我们的肩膀也不会痛。它这个包和刚才介绍的这个像豆腐块一样的 hip bag 相比，确实比较大。
我个人觉得这款包更适合户外使用，日常通勤的话用这个包就有点大材小用了。不过这个包的功能性确实非常的强大，如果你喜欢户外的运动，而且也享受户外露营、长距离的徒步或者骑车等活动，这个包还是很推荐的。好，今天的包就介绍完了，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如果你平常上班上学有带电脑、文件或者是课本的需求的话，我比较推荐 Kanken 这款双肩包，容量足够大，而且还可以装电脑。如果你再找一款买菜、逛街、遛狗抓起来就能出门的一款实用的斜挎小包，那我比较推荐这两款 Sling Bag 和 Hip Bag。如果你是户外运动爱好者呢，可以考虑一下北极狐和闪电联名的这两款包，一款适合自行车爱好者，一款适合长距离徒步和户外野营。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希望我的分享对大家选购北极狐的包有一丢丢的参考价值，也欢迎大家转发、点赞、留言、评论、弹幕、投币，我们下期见。